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最近呢，我就看到在网络上有蛮多人在讨论一个韩国的八字老师啊。那他的名字呢叫派老师。那他最近因为提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分析八字的方式呢，导致在网络上炸开来了，很多人呢都非常热衷于讨论他的这个方式，还有他所提出的一个课程啊。那今天呢，我不是要来讨论他，我要讨论的是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帮助这个派老师推出他的八字课程的一个人。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那他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YouTuber 叫艾丽莎莎了。那只要你有留意台湾的这个 YouTube 圈子或者你有留意中文圈子的一些资讯的话，那你都应该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那他呢，之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出名是因为之前呢，他除了是一个 YouTuber 以外，他也时常会在他的频道去带货那还有的就是帮很多不同的老师去推出属于他们的一个课程那最近呢，比较多人在讨论的就是他帮助一个尼泊尔的瑜伽老师推出他的一个线上瑜伽课程那这个课程呢，非常有趣的是，他在推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非常多的讨论，还有一个热议在那一边。那这个课程过后那艾丽莎莎呢跟这个老师呢之间也有一些纠纷啦，所以呢也在网络上呢好像炸开来了，很多人就在讨论。所以呢，这次他又跟一个韩国来的八字老师去推出他的课程，然后一样的，他推出的时候又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还有争议。那这个情况呢，就引起了我的一个好奇心就是这个人的八字，就是艾丽莎莎的八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八字？因为呢，我发现他其实蛮懂得，或者蛮懂得去利用某一种方式，去帮助自己去达到他要的一个目标啦。所以呢，今天呢，我是不去讨论任何的这些争议，我只是单单从艾丽莎莎的八字来看，她到底用了她命盘里面的哪一个部分来帮助她自己推广，或者让自己的事业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啦。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输入她的出生日期了。那这个呢，我是在网络上搜寻回来的啦。那这个资讯呢，因为是公开的一个资讯，所以我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搜寻那网络上是说他是1992年5月25日出生的。那时间的话就不明，就没有，所以我们就没有放。那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八字。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日主呢是辛金。那辛金呢，我们通常呢就会说他是一个很爱表现自己，或者呢要让别人看到他的一个才华，看到他的一个魅力的日主啦。所以呢，这个针对他作为一个网红呢，是非常的匹配的啦，非常的 OK 的。那我不一定说你是新金的话就一定要做网红，或者要去拍视频给人家看，因为呢，毕竟有时候我们要给别人看到呢，不一定只是通过网络，对吧？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其他的这些职场里面，很多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去做这个表现的。只是呢，他选择的是一个网络，通过 YouTube 的一个方式了。那另外呢，辛金呢，他也是比较害怕有太多的土，尤其是己土在他的命盘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艾丽莎莎的命盘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土。那为什么她会害怕土呢？因为土呢，其实会把这个心经呢给掩盖掉，就是让这个心经呢没有办法很好的彰显，很好的表现自己。所以呢，首先第一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土，虽然说它下面是丑啊，丑里面有一个己土。那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烈或者呢非常主导的一个能量。那另外呢，这个心经呢，它是比较喜欢如果有壬水的话，它是对它会有很有帮助的一个元素啦。那壬水啊，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一个珠宝或者一个珍珠，一个金属非常漂亮的话，它是通过不断的去清洗，或者呢去用水把它变得更加的清澈，更加的漂亮，更加的清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呢，我们的心经呢是有水，尤其是壬水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好的。那你可以看到呢，艾丽莎莎的命盘里面啊，本身就有这个壬水，而且呢是在年柱。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容易去对外表达，或者呢，通过一种可能拍视频啊，做这种网络社交媒体的方式呢，去表达自己，去让别人看到他的，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命盘啦。那更加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他的命盘呢是在他的地支。那你可以看到呢，他是出生在申，他的年份是申，那月柱呢是巳。那这个申跟巳啊，本身就是一个有非常多互动的两个地支啊。那首先呢，申跟巳呢是相合，然后它同时呢也是相破，然后再到无恩之刑。那这三个呢，当他们组合起来的时候，我只能用一个字、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又爱又恨。那怎么说又爱又恨呢？好，那我们先来看啊，六合，我们巳跟申呢合的时候，代表的都是一种合作，一种配合。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艾丽莎莎呢，时常都是跟很多不同的人，尤其是老师或者一些厂商去合作，然后去帮助他们推出他们的产品，或者帮助他们去推广他们的一些产品。那所以呢，他都是不断通过这种合作的项目来赚钱这样子。但是呢，同一个时间，因为这个合呢也是破，那破呢代表是一种非常快速就破裂或者呢就结束的一种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他的合作对象并不是一个非常长期，或者呢他从头到尾呢只是跟一个人合作的一个模式，而是不断的找新的人或者新的主题去合作。那就好像之前呢，他跟的是一个瑜伽老师，那现在呢又跳到去一个八字的老师这样子。所以呢，他就是不断的去找新的合作关系，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那至于无恩之刑啊，又是怎样的一个互动呢？它代表的是一种别人啊会认为呢，他不懂得感恩，不懂得珍惜他的一个努力。那这是一个双方的。怎么说双方呢？就是可能合作的对象，就是这个艾丽莎莎跟艾丽莎莎合作的这一些老师，他可能觉得艾丽莎莎不懂得感恩，或者呢时常要从他们身上拿到更多。那艾丽莎莎呢也会同样感觉对方呢不懂得感恩，就是我帮助你去推广你的东西，但是呢你还不懂得感恩。所以呢时常就会我们叫一种
期待落空的一种感觉。因为呢，这种无恩啊，就是你时常觉得对方要怎样，你时常觉得对方应该要怎样，但是呢，因为当你有这个期待，你也觉得有这个应该的时候，那你就会落空。然后呢，你们的感情或者你跟这个合作关系啊会出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些期待的落空。那无论是对方对你的落空，还是你对其他人的一个落空，都有可能的。OK， 那这一个呢，其实啊不一定，就是这个4跟申呢，并不一定只是局限于这个艾丽莎莎跟他合作的对象，那其实呢，也代表着他的所有的观众，他追随他的这些观众也会很容易陷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就是对他又爱又恨。那怎么说？可能合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厉害，或者看到他拍视频，他在说任何东西，他在推广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很想买。但是呢，当他买了过后，有些时候又很容易跟他破，或者呢陷入无恩的一种状态，就觉得我买的东西跟我想要、我期待或者我想象得到的东西又有一点落差，那所以呢，可能就会对他有一些不满，有一些怨恨这样子。所以呢，他在艾丽莎莎呢这个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在网络上呢，喜欢他的人或者爱他的人就会非常爱他。但是同一时间也会有很多人讨厌他，或者呢觉得不能认同他做事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这一个4跟申啊，永远就是一个非常不稳定。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是没有不能安稳下来的一个力量，因为呢，它其实是有合的，合的时候它就会稳定，但是又破还又不稳，然后合还又稳。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流动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要配合当时候的流年啊，还有大运啊，会让这个互动呢，会进入什么时候会比较稳定，什么时候会比较不稳定这样子。那但是呢，那个就会是一个更加复杂还有细致的一个分析啦。不过呢，我们来只是看这样子的命盘的话，那我会说，其实艾丽莎莎呢，她的一个事业，或者呢，她本身的很多做事情，或者尤其在她的事业方面呢，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她永远呢就是合作，然后又结束，合作又结束，然后时常呢在很多的争议，然后呢又很有你又感觉他做到东西，但是又有争议的一种状态来继续往下走，这样子 ，OK。那更不要说呢，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啊，他的大运，他现在走的大运呢是这个壬寅的大运。那我之前有做一个简单的去看他的 YouTube 或者他这个网络的身份是几时开始比较爆红的。那其实呢，他开始的年份就是围绕在17、18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快要进入到这个壬寅大运的时刻，因为壬寅是从2019年开始。那壬寅的这个大运呢，你可以看到也是壬，壬是伤官，伤官代表的永远都是他的才华，他的能力都可以被看到，都可以被彰显出来。那而且呢，他并不会害怕去表达自我，去表达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有些时候呢，他的争议，他有很多的争议也是从这里来的，就是因为他并不害怕，因为伤官本来就是会有很多冲撞一些体制或者冲撞一些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做法的能量，所以呢，他也会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争议。那比较
夸张或者比较严重的，其实是那个寅，因为这个寅呢，跟他的命盘原本的巳跟申啊，是3个组成了我们所谓的无恩之刑的组合。因为无恩之刑谈的永远都是巳、申还有寅这3个地支，就之间呢都是一个无恩之刑。那他在这个大运呢，是好像收集整齐了，他收集完这3个地支呢在一起，所以呢，他的这个无恩啊是会更加的强烈的，是更加的明显的。那所以呢，有些人啊会看到在这个时刻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害怕，他觉得哇糟糕，我过这个时段，那不是会非常的惨吗？那我可以提出的一个建议啊，是说，其实在这种时刻，你要做的是什么？其实呢，你要做的是，你要让别人感觉你非常的大方，你非常的付出，或者呢，为了大家。OK， 那艾丽莎莎有没有做到呢？我就交给你们去判断啦。因为如果你们去看她的视频，还是她在拍摄内容的时候，她可能呢时常都会提到这样子的，就是说我是为了所有人，我是为了你们全部，所以呢我帮大家去带这个产品，或者呢带这个课程。因为这个无恩之刑啊，大家真的深刻去了解的话，它其实为什么叫无恩？其实就是你有一个好像期待，你有付出了过后，然后你有一个期待，那你希望有得到一个东西，所以你才会落空，所以你就会说啊无恩，因为你忘恩负义嘛，你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所以呢，你要首先要先有的一个心态，反而是好，我付出，我为大家，我去帮大家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并不期望有什么东西。OK， 那这个呢，当然你可以嘴巴上这样子讲，但是因为有些你的内心，如果你是真的这样子想的话，其实会更加好，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么痛苦。那这个无恩之刑啊，我时常都会说是一种好像累积你跟其他人的一个福报的时候，因为你不断的去付出，不断的去为其他人的话，那其他人呢，其实就好像有点像无恩于你了，就是因为他们从你身上得到东西，那他们是不是好像欠你这样子？所以在某一方面呢，他们过后呢，其实要好像因为感觉欠了你，所以他要还回给你。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呢就会因此而去买他的东西，或者呢去尝试去买他的课程啊，或者他带的一些产品啦。OK， 所以呢，这一个这样子的无恩之刑啊，在这个艾丽莎莎的身上呢，其实他用到，我觉得啦，是用到蛮好的，蛮极致的。OK， 那如果有一些人呢，如果你要用到很糟糕的话，那你可能会怎样？那你可能就会表现出我时常抱怨，我时常觉得不被珍惜，不被看到，那我付出的所有东西，我都没有得到相对的一个回报。那但是呢，你要做的真的，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命盘啊是走入这样子的一个大运，或者你的命盘有这样子的一种格局的话，记得先付出，先不要问有任何的回报，去付出，去给别人价值，去帮助别人，无论用你任何方式都好。OK， 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那它其实呢，这个能量呢就会被你扭转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它的出生时间，那如果给我猜测的话，我猜测他可能是出生在酉时啦。那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这里是酉的话，
其实这个巳酉丑啊，我们会形成一个三合，那形成一个金局。那金呢是代表他自己，因为他本身日主是金嘛，对不对？那当我们这样子组成这个金的一个局的时候，那它其实代表的它所有东西啊，都是围绕在自己。他都是非常的看重自己，或者呢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那我们可以说，他用在他作为一个 YouTuber， 他作为一个网红的身份，那这个呢是非常的棒的。那因为呢，做网红做 YouTube 就是要关系到你自己，对吧？你要表现自己，你要站在镜头前去分享。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为了自己的话，很多时候，你的 YouTube 会比较难做起来，因为你怎样呢都要在镜头前给人家看到你。那另外呢，这个巳酉丑啊，其实它也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好或者非常厉害，在于做这一种娱乐或者呢拍视频的一个领域的或者的一个行业。那这个呢，在他的身份作为一个 YouTuber， 其实已经表现出来的，他其实已经非常的明确，他就是要去走这个领域或者呢去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人，这样子啦。OK， 好。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就分析这个艾丽莎莎的命盘呢到这里啦。那希望呢大家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啊，可以学习到我们怎么去用你自己的八字，就算呢那一些格局啊，或者一些地支啊，或者一些好像这些刑啊、破啊，那到底我们要怎样用得更好啊？其实呢都是有方法的，都是有一个方式的。那只要呢你真的去理解了它，然后把它用在对的地方的话，那其实呢它反而是可以成为你最大的一个能力啦。好，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